那天的我并没有多特别，天气如常，街道一样拥挤，生活依然混乱。但我内心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撑到边缘。我已经太久没有真正相信了，不相信人，不相信事，不相信自己的感觉，甚至不再相信未来会变好。那时的我把信任当成一种奢侈，太多次的失望让我学会怀疑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，比较不会受伤。但也因为这样，我活得越来越沉重。不管我做多少，努力多少，内心始终觉得空，觉得无力，觉得不够。我以为自己要再更坚强一点，再更努力一点，也许生活就会开始好起来。但越是这么想，我就越疲惫。直到那天，没有什么剧烈的事件，也不是突然有人拯救我，只是我真的太累了，累到我知道，我再也不能继续用同一种方式活下去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坐在床边，房间一片寂静，心里浮现出一句话：你还愿意相信吗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因为那个相信不是只相信某个人，也不是对未来有明确的期待，那是一种深层的，几乎要被我忘记的状态。相信什么都还没变好时，就已经值得爱。相信就算不知道答案，脚下的路还是会带我前进。相信我可以放下掌控，也依然会被接住。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我说了一句：好，我选择相信。那一刻，没什么烟火，也没有马上出现奇迹，但我感觉到心里有某个角落软下来了。我终于停止对抗，不是放弃，而是放松。我放下怀疑，放下焦虑，放下那些紧抓着不放的念头，让自己靠近一种久违的平静。从那天开始，世界就真的变了，不是因为现实马上变得完美，而是我看待一切的方式变了。我开始发现，那些我过去忽略的细节，其实一直都在对我释出善意。走在路上，阳光洒在身上，不再只是天气好，而是一种来自宇宙的回应。在咖啡店听见陌生人一句话，居然刚好解了我一个心结。一封我早已不抱期待的信，竟然带来一个转机。这些都不是偶然，是我改变了我自己，是我选择相信之后，整个世界才开始转动频率。以前的我总觉得事情要证明给我看，我才相信。但现在我知道，是我要先选择相信，它才会开始显现。信念才是真正创造现实的种子。当你选择的是怀疑，你的世界就充满不安与防备。当你选择的是信任，你的世界就会用温柔回应你。这不代表人生从此没有风雨，但你不再把风雨当成惩罚，而是看见它背后的重组与洗炼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不再急着赶路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步宇宙都在陪我走。我开始相信那些我深埋在心底的渴望，不是幻想，而是灵魂的指引。我也开始更柔软地对待自己，不再要求每天都要表现得多完美，而是允许自己有情绪，有迷惘，有需要安慰的时候。因为我相信，就算我不强大，宇宙还是会爱我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是那个总是要撑住，要证明的人。我开始变得自由，也开始变得丰盛。那些我以为要追求来的东西，在我选择相信之后，反而开始自然靠近。
我没有逼自己去掌控什么，但生活却开始有了节奏，有了流动，有了意义。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惊人的改变，而是我从心底对生命说了一句：我愿意相信你。这一句话就是一切的开始。那天我选择相信，我选择让恐惧下台，让爱上场。我选择打开心，而不是防卫自己。我选择信任，而不是预设失败。结果呢？世界真的改变了，它变得柔软、宽容、富有节奏，也变得像我内心真正渴望的那样，自由而真实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也变了，变得比以前更像自己，也更像宇宙本来就爱着的那个我。我曾经以为丰盛就是银行里的数字，是薪资的多寡，账户的余额，房产的价值，投资的报酬率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追那个看起来有钱的样子，以为只要到达那里，我就能安心，就能自由，就能快乐。但当我渐渐接近目标时，却发现内心的空洞依然存在。那种空，不是缺钱，不是匮乏物质，而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焦虑。我开始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匮乏，从来不是少了什么，而是不相信自己值得，不相信自己安全，不相信现在就够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真正的丰盛不在账户里，而在我心里。我曾经见过很多人，收入很高，生活条件也好，但每天担心投资亏损，担心市场波动，担心明天变数。他们握着一堆数字，却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。也见过有人收入不高，但活得很开心，很自在，因为他们不把价值寄托在外在的比较与焦虑里，而是深深知道自己是被生命承接着的。这让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丰盛。我开始练习把注意力从赚更多转向信任更多，不是放弃金钱，而是放下只有拥有才安心的信念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相信自己值得，今天会怎么生活？那是一个很根本的转变。我开始不那么计较数字的起伏，而是更在意自己的能量状态。我让自己吃喜欢的早餐，即使那一天没有什么大收入。我让自己穿舒服的衣服，而不是为了表现某种形象去包装。这些小小的选择，逐渐带我回到一种真正的自由感。那不是我什么都拥有了的自由，而是即使我还在路上，我也可以选择相信自己已经富足的自由。这种自由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种状态，是心里的空间被打开，是你愿意对生命说，我接纳我当下的样子。我曾经很抗拒安静下来，我觉得休息是一种浪费，觉得放松会让我错过机会。但当我终于让自己静下来，我才发现，真正的能量是从内在的安定开始的。那种安定是无价的，它不是靠钱买得来，也不是靠成就换得到，它来自你对生命的深层信任。我不需要证明自己，就已经值得被照顾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把金钱当作唯一的衡量标准。我开始更在意自己是否轻松，是否快乐，是否自由。我开始问自己，这笔钱是出于匮乏还是出于爱？我学会不因收入多寡定义自我价值，也不因消费高低决定自我认同。我花钱不再是为了填补空虚，而是让金钱成为爱与选择的延伸。我也更容易接收到金钱的流动，因为我不再紧抓，不再怀疑，
不再用压力去推动自己。反而在我越是稳定内在的时候，机会与支持就越容易靠近。这些年我学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，真正的丰盛是你觉得你自由，自由的选择，不被比较左右，自由的感受，不再为了讨好谁而牺牲自己，自由的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也允许自己站上舞台。这份自由是你内心的决定，一旦你决定自己已经足够，世界就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，是的，你真的足够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以为是成功的指标，其实都比不上心里那份笃定来的珍贵。因为有些人握着百万千万，心却不曾真正平静，而有些人握着一杯热茶，就能感觉世界丰盛无比。我选择后者，我选择相信我的价值不需被衡量，相信我不需证明就已经配的，相信丰盛是我的本质，而不是目标。从此以后，我用不一样的眼睛看世界。我看见一朵花盛开，看见一片云飘过，我都觉得那是宇宙在说，你被爱着。我不再用力要拥有，我只是允许自己去感受。这世界变得更宽、更近、更暖。而我也终于体会到，丰盛从不是金钱的数字，而是心里的自由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自己离丰盛很远。我以为那是一种要很努力追求、很用力创造出来的状态。我看着那些过得好的人，以为他们是比我更幸运，背景更好，能力更强。我认为，只要我够拼命，有计划，不放弃，终有一天，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。于是我不断学习，不断行动，制定目标，完成清单，埋头工作。我以为这样就能抵达所谓的丰盛人生，但追着追着，我发现自己其实越来越焦虑。我在账户里的数字增加了，人际网络扩大了，却总觉得内心空空的，好像还少了什么。我不敢停下来，因为我一停，就会陷入深深的不安。我以为那是不够成功，其实那是不够连结。我与自己断了线，也与宇宙断了线。我活在一个永远在追的能量里，追目标，追安全感，追认同，追未来。而我最没看见的是当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疲惫到什么都不想做。那天我坐在阳光下，没开电脑，没滑手机，没安排行程。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看着阳光落在我的手上。那个瞬间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一种不需要努力，不需要改变的放松。我感受到，此刻我是被照顾的。我什么都没有追，但却好像拥有了一切。我才明白，原来丰盛不是外面来的，而是内在流出的。它是一种状态，不是结果；是一种频率，不是里程碑。它不靠计划支撑，而靠觉知打开。真正的丰盛是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是，当你深深知道你值得，你够了，你本来就被支持。当你不再证明，不再比较，不再怀疑，那个当下，我像回到了一个很熟悉却又久违的地方。那不是新的目标，而是我原本的样子。一个原本就活在爱里的人，一个与宇宙同步的人。我开始练习每天问自己，今天的我是在追还是在留？如果我发现自己又陷入焦虑的计划与压力，我就会停下来，深呼吸，问自己，如果我已经是丰盛的，现在会怎么做？
这个提问改变了我的一切。我不再硬要做那些让我心累的事，而是开始尊重身体与直觉的声音。我不再总是迎合外界的评价，而是越来越活出自己真实的节奏。当我开始活在我就是而不是我还要的频率里，生活的流动开始回应我。我接到新的合作邀约，不是因为我主动争取，而是因为对方说，我感受到你的能量，就是我需要的。我遇见了新的朋友，他们说，跟你在一起很舒服。我发现，原来真正的丰盛不是被设计出来的，它是靠近真实的自己后自然吸引来的。我学会了，一切丰盛的显化其实来自能量的调频。当你的能量是松的，是允许的，是值得的，宇宙就会以你能接住的方式把丰盛送过来。这不再是怎么做的问题，而是我现在是谁的问题。如果你还以为丰盛是终点，那你会一直在路上。但如果你知道它其实就在你里面，那你每走一步都是在经历它，分享它，活出它。真正的富足不是来自外在的成就感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还没得到什么之前，就先感受到完整。那种完整是自由的，它不被数字定义，不被时间追赶，不被别人的眼光绑架。它只是你静静坐着就能呼吸到的一种安然。这样的我仍然会有目标，会有行动，会有渴望，但我不再用追的姿态去靠近。我用的是邀请，是接收，是同频共振。我终于明白，丰盛不是追来的，是你内在的自然状态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孤军奋战，生活像是一场长跑，而我总是气喘吁吁地追赶着目标、责任与期待。我觉得自己必须很努力、很独立、很坚强，否则就会被现实吞没。我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寄托在做这件事上，多做一点就少一点风险，多学一点就多一点保障。但越是这样，我的心越发沉重。我以为只有拼命往前冲，才是对抗匮乏的唯一方式。直到某一天，我什么都做不下去了。那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日子，没有崩溃，没有大事，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掏空的石头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对自己说，我真的不想再撑了。我不想再用强撑来活命，不想再靠紧张来维持前行的动力。我只想好好活着。我不知道那句话从哪里来，但它像是一道微光，温柔地照进我内在最硬的地方。那一天，我没有做任何事情，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让自己什么都不需要成为。没有产出，没有绩效，没有计划，只是这样坐着。我忽然感受到一股很深的安静与温柔，它不是来自我思考的结果，也不是来自什么成功经验，而是一种无需条件的被接住感。我感觉自己被看见了，不是被谁，而是被这个世界，被一种很大的存在看见了。它没有声音，却很清楚；它没有语言，却让我在那一刻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。我开始掉泪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感受到，原来我早已被宇宙深深滋养着。不是我够努力才值得，不是我变好才会被爱，而是我从一开始就在这个爱里。我从来没有被遗弃，只是我太忙，
忘了感受，太紧，无法接收。我回想起过去那些以为自己撑过来的日子，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小小的支持在暗中拖住我。那一次刚好有人说了一句关键的话，那一笔意外的金流，那一场刚好的转弯，那些不是偶然，是我没看到，是我不愿相信。我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人，宇宙从未停止给我，只是我把自己关得太紧，拒绝相信自己值得接收。那一天开始，我学会放下那种我得靠自己撑住的信念。不是我不努力，而是我选择同时相信我有支持。我不再只是对抗现实，而是学会与生命合作。我开始练习接收，接受好意，接受帮助，接受自己无法掌控一切的事实。我学会说谢谢，我愿意。我学会说我值得，现在就值得。这样的我不再把生命看作一场竞赛，而是一个被照顾的旅程。我仍然有目标，有渴望，但我不再用焦虑推动自己，而是用信任来导航。这种信任让我回到一种更深的稳定里。我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不会被抛下。宇宙与我同在，它懂我，接住我，也在引导我。我不再害怕未知，因为我知道，在未知的背后是一张早已为我准备好的地图。我不再把丰盛当作我努力换来的结果，而是一种我打开就能感受到的状态。当我越能相信自己已经在被滋养的流里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就越能展现出那份丰盛。我开始看见更多支持我的人出现，开始经历越来越多的刚刚好，开始发现即使什么都没改变，我的感受已经不同。我开始从焦虑中释放出来，不是因为一切确定了，而是因为我确定自己不会孤单。这样的我比以前更安静，更温柔，也更有力量。不是外表变强，而是内心更稳。我终于知道，丰盛不是你追来的，是你看见的。而这个看见来自你内心愿意相信。我从来都没有缺过，只是我忘了，我一直被宇宙深深滋养着。那是一段看似没有风浪，却让我几乎耗尽生命力的日子。我像许多人一样，过着正常的生活，按时上班，应对人际，安排未来，履行责任，一切都有秩序，看起来稳定。但我知道，我的内在早已慢慢沉入无声的水底。我没有大哭，没有激烈的情绪，只有一种深到无法言说的累，像是无论我做再多，也永远填不满的一个洞。我以为是我还不够努力，所以我逼自己撑住，逼自己正向，逼自己继续往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什么都做不下去了。那一天，我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，窗外天气晴朗，光线柔和，一切都好，除了我。我无法思考，无法行动，只能呆坐着。而在那样的静止里，我听见了一句来自心底的声音：你可以不用再撑了。我开始哭，无声的，深层的，像是压抑了很久的情绪终于找到出口。不是为了谁，也不是因为某件事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给自己停止的允许。那是一场宁静的崩解，也是我重生的起点。我开始让自己每天安静一段时间，不为了产出，不为了进步，只是单纯的与自己待在一起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我的脑总是想提醒我，你在浪费时间。
但我没有回应他，我只是继续坐着，呼吸，感受。慢慢的，我开始看见那些被我忽略的内在声音。我开始知道，自己真正渴望的不是更多的成就，而是更真实的连结，更自由的选择，更安稳的存在感。那些渴望不是外在世界能填满的，而是需要从我内在的深处被允许。当我越来越愿意面对这些真实，我开始变得柔软，也变得诚实。我不再用忙碌掩盖空虚，不再用强硬武装敏感，不再用效率压抑感受。我开始练习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哪怕那个节奏比社会期待的慢得多。我开始允许自己失望，也允许自己希望，允许自己害怕，也允许自己相信。我不再与自己为敌，而是开始重新认识自己。就在那样的宁静中，我发现我与丰盛的关系开始改变了。不是我得到了什么新资源，达成了什么大成就，而是我开始感受到，我本来就是富足的。我有时间感受一朵花盛开，有余裕听身体的声音，回应情绪的波动。我能在黄昏时为自己煮一壶茶，在夜晚不焦虑地睡去，因为我信任明天会来。这些简单的事曾被我认为是微不足道的，现在却成为我生命最深的养分。原来，真正的丰盛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自由地活在自己里面。我不再渴望掌控世界，而是学会与世界共舞。我不再要命地坚持方向，而是学会与流动合作。当我这样活着，生活就像打开一扇新的窗。我遇见的人更真实，我吸引的机会更纯粹。我不用证明自己就能被看见，不用争取爱就能被爱着。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。我不再硬撑着走在人生的路上，而是用脚真正踩着的前进。而所有这些转变，都来自于我选择走进那个沉静的空间，去听见被压在深处的声音，去爱那个从没离开，只是被遗忘的自己。那是我最真实的自己，最不需修饰，最不需讨好，最完整的版本。我在宁静中与他重逢，也在那一刻重生。不是变成了谁，而是回到本来的自己，那个早已与丰盛同在，只是忘了的人。而当我与他重新对齐，整个世界也开始用不一样的方式对待我。我终于明白，在宁静中众生，我才真正遇见丰盛的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